北约华盛顿峰会10号发布充斥冷战思维和好战言论的联合声明，大肆渲染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甚至直接污称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决定性支持者。对于北约的首次直接警告，中方予以严厉驳斥。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日韩澳新4个亚太国家首次联署北约峰会声明。但为何说拿中国当借口圆不了北约的亚太梦呢？ 当地时间10号，北约发表联合声明，再度拿所谓援俄一事对华发弹，甚至误称中国是所谓俄乌冲突的决定性推动者。美联社称，北约通过了措辞严厉的公报，明确表明中国正成为北约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认为，这对北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直到2019年，北约从未正式提及中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语言相对温和。但此次的声明首次对中国发出了直接警告。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宣称，这份声明是北约对中国发出的最强信号。他荒谬地表示，明确界定了中国在俄乌冲突方面的责任。I think the message sent from NATO from this summit is very strong and very clear. 斯托尔滕贝格宣称，中国出口的设备和微电子产品是俄罗斯能够制造导弹、炸弹、飞机和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他还宣称，这是32个北约盟国首次明确阐述这一点。 对于这份宣言中充满挑衅、谎言、煽动和抹黑的涉华内容，中国驻欧盟使团第一时间予以驳斥，向北约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中国言出必行，从未向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一向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包括民用无人机出口。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外部干扰和胁迫。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驳斥了北约的指控，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而是致力于劝和促谈。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符合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原则，无可指责。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北约峰会相关话题被中外记者反复提及4次，可见全球媒体都已意识到，此次北约峰会中释放的对华态度相当不寻常。在回应中，发言人宁健一方面梳理历史经纬，系统揭批了北约组织为了壮大自己而挑拨中欧关系、搅乱亚太的动机；一方面列举事实证据，粉碎所谓中方军事支持俄罗斯谣言，并曝光西方支持冲突的手段。发言人攻守结合的回应背后，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国长期贡献世界和平的国际信誉。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鼓吹中国责任毫无道理，用心险恶。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北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持续散布美国捏造的虚假信息，公然抹黑中方，挑拨中欧关系，破坏中欧合作。香港文汇报评论称，北约各国厌战情绪高涨，近期欧洲多国选举，右翼势力大胜，这些右翼多数反对深度介入冲突，表明本国利益优先于俄乌冲突。在此情况下，北约骑虎难下，一方面称乌克兰变本加厉，提供的武器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范围升级；另一方面，北约试图将中国拖下水，将战事失败的责任推向中国，好减少自己的压力。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和北约官员频频炒作所谓“中国驻俄论”的同时，北约还不断深化与新西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4个亚太伙伴的关系，引发法国等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的担忧。以上4国已连续3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在宣言中，北约肯定了所谓印太伙伴对该组织的重要性，并表示正在加强对话，以应对跨地区挑战。 为对抗中国，北约及其亚洲伙伴在美国的领导下更加紧密。美联社以此为题报道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9号称，北约将与印太伙伴启动4个新联合项目，涉及乌克兰、人工智能、虚假信息和网络安全，旨在应对共同挑战。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本事务主席肯尼斯·温斯坦宣称，加强网络安全、打击虚假信息和认知战方面的合作是对抗中国战略的关键要素。他还说，深化和日本等国家的国防工业合作，可以将国防生产供应链延伸到北约以外。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一如既往表现积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启程前往華盛顿之前就宣称，要借機巩固北約與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伙伴之間的持續合作關係。 欧州大西洋とそしてインド太平洋、この2つの安全保障環境は不可分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各国首脳と認識
確認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据悉，日本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财政援助，并向北约基金捐款。该基金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探测系统等非致命设备。日本读卖新闻引述政府人士消息称，日本和北约组织建立共享高度机密安全信息专线的工作已进入到最后阶段。曾经代表日本外务省派驻北京，并担任过日本众议员的黄学馆大学现代日本社会学部副教授村上正俊表示，北约峰会邀请岸田出席的目的有2个：一是通过积极支援乌克兰的岸田的参与，重新加强出现援助疲劳迹象的北约成员国的团结；二是针对中国，加强印太地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从美国的战略出发呢，他是希望把所谓的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呢，放在一个框架里去看待，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避免美国呢出现所谓的战略资源分散，而导致在欧洲和亚太两头顾此失彼的这样一个情况。外界也注意到，日本和北约的关系也不太稳定。前几年曾有媒体曝光，日本有意在东京引入一个北约办事处。据称，日本的想法是迎合北约的全球化北约战略，帮助其开设在亚洲的首个办事处。期间，日本政府还就人员配置、办公场地出资等问题给出了赞助措施，但此事最后仍不了了之。去年，法国就曾公开反对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主张北约应继续关注北大西洋地区。马克龙曾警告，如果推动北约扩大光谱和地理范围，我们将犯下一个大错误。德国柏林报称，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将军事重心更多转向印太地区。但一些欧洲成员国的利益与美国并不相符。德国商报就注意到，尽管最终妥协了，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初拒绝在此次峰会上与日韩澳新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巴黎担心中国可能将北约与亚太国家更密切的关系解读为挑衅。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经提出，欧洲呢实际上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战略附庸，应该更多的坚持自身的战略定位，而且去完善和建立自己的一个安全架构。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只要美国仍然是北约的主导者，那显然，北约大的方向呢，现在仍然是朝着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去运动。75周年峰会宣言中明确表示，会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提供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对于这次北约峰会，外界普遍预计，它的最大看点就在于会不会公开承诺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会不会制定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而从北约峰会宣言中明确表示，会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提供一条不可逆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的端倪就是，北约已经基本上做出了接受乌克兰入约的承诺。但是并没有为乌克兰入约制定具体的时间表与路线图。那么，北约会为乌克兰入约提供一条不可逆的道路，这背后的潜台词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第一，在当前俄乌冲突仍未结束的情况下，北约不会接受乌克兰的入约申请，因为假如在俄乌冲突还在进行的情况下，允许乌克兰火线加盟，实际上就意味着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北约必须要直接下场参战，这将引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核大战，这是北约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第二，虽然暂时还不会接受乌克兰的入约申请，但北约仍然会通过继续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来变相承担保护乌克兰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会进一步加大军事援助力度，以帮助乌克兰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第三，一旦乌克兰在北约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击败俄罗斯的战略目标，那北约铁定会接受乌克兰的入约申请。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北约没能提供乌克兰入约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是这就是北约有史以来对乌克兰入约问题做出的最为明确的回应。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乌克兰梦寐以求以及俄罗斯坚决反对的事情，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本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吊诡，也非常让人唏嘘。正是因为俄罗斯方面声称的为了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导致的俄乌冲突，最终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有了最终的眉目。而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俄乌冲突，
才使得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下的北约突然垂死病中惊坐起。正是因为俄乌冲突，才使得原本无意加入北约的芬兰与瑞典也最终加入了北约。同样，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虽然乌克兰摆出了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加入北约的姿态，甚至为此进行了全国性的公投，并将其写入了宪法，但是北约却是对此视而不见，从来就没有把这件事情真正提上过议事日程。这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间存在着克里米亚领土主权争议，而北约是不允许这类国家入约的；二是因为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三是因为俄罗斯不仅是世界第2军事强国，而且是世界第1核大国。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没有胆量接受乌克兰入约这件事情，包括乌克兰、北约，甚至是俄罗斯，都是心知肚明的。然而，正是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反而使得原本患得患失的北约最终变得毫无顾忌了，为乌克兰入约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在这次北约75周年峰会上，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相关国家还在积极推动北约介入印太事务。那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注意到，对于北约会不会从大西洋地区踏入太平洋地区，从大西洋的警察变成太平洋的警察，甚至是整个地球的警察，外界一直是有不同的判断。我认为，在美日等国家的台前幕后运作下，北约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将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对此，相关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一定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背后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中应运而生的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安全组织，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组织。那么，随着旧冷战的结束，再加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从本质上面来讲，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冲突，而是领土与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因此，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在欧洲与大西洋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为冷战而生的北约必然就会寻找新的冷战对手。这个时候，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冲突的印太或者是亚太地区，就必然会成为北约瞄准的新战场。第二，我曾经说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最终的图谋是要借助这场俄乌冲突，推翻与重塑当今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主导的世界秩序，其中的重点就是要利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来取代因为5大常任理事国不和而陷入困境中的联合国安理会。这也就意味着，北约一定会从大西洋的警察变成全球的警察，尤其是变成动荡不安的太平洋地区的警察。第三，由于国力与军力的此消彼长效应，美国已经无法凭借一己之力独自掌控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再加上由于韩日之间根深蒂固的历史矛盾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以及绝大多数印太地区国家都不愿意介入美国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新冷战，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穷全力拉拢的印度和越南，还出现了头号俄罗斯的迹象。这些都使得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印太版北约的计划变得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将现成的北约引入印太地区，实际上就成为了美国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